夏天去宜蘭真的只能躲在室內吹冷氣嗎？其實只要選對時間、排對地方，再熱也能舒服的玩上一天。這次是我們今年宜蘭避暑的最終篇，從一早向金色海浪的田野出發，接着吹冷氣、吃澎湃海鮮，體驗手作，挑戰充滿冒險感的玩水秘境。最後，我們再用心中宜蘭數一數二的經典烤雞，替這趟避暑行程畫下句點。我們第一站來到東山三期美境，這裡號稱是宜蘭版的伯朗大道。現在剛好是6月底啊，是它最漂亮金黃色稻浪的時候。你看每一顆這樣稻米都垂下頭來。大家如果早早出門的話呢，第一站我建議大家可以排三期美境，因為現在呢太陽還沒有到很大的時候，風吹過來涼涼的，很舒服。尤其是像我們今天租到這樣的腳踏車，有棚頂的。真的是還蠻涼的，沒有曬到太陽，然後旁邊呢又有風一直吹，超棒超棒！這個地方啊，其實它本來不是設計來當景點用的，它就是一片農田。可是因為這中間呢就沒有任何電線桿啊，也沒有建物，所以呢它就是一片很完整的農田景觀，慢慢的發展起來，變成一個很知名的觀光景點。天氣很好，看起来好像很熱的樣子。那現在是早上大概9點多10點，其實有這個棚子真的還蠻涼快的，並沒有到非常的熱，溫度大概是30度啦。我們每年都會來，這裡有一個觀景台，它就正對着下面有一個稻浪做成的一幅圖騰。如果大家沒有騎腳踏車，直接到觀景台上面看風景是最漂亮的。這個下面呢，它是正對着一幅圖騰，每年它都會換一個不同的圖案。那它是利用稻米的不同的形態，想辦法讓它呈現不同的顏色來作畫。我覺得拍照的話，在中間這一層更棒，因為它像畫框一樣，把你的人跟風景一起框住，而且比較涼，我喜歡這個地方，風還會灌進來，超舒服的。跟大家說一個小祕訣，如果你要租腳踏車的話，不管你是1個人還是2個人，你就租這種有棚子的腳踏車，舒適度絕對是大大提升。只要沒有曬到太陽，就是非常涼快。這裡是溪河水產，現在夏天天氣超熱，觀光工廠絕對是避暑跟雨天的好朋友。我們現在來買票，這個售票亭非常的特別，這是以前烤櫻花蝦的烤箱哦。我們趕快進去吹冷氣，走。哇，好涼哦！門票1個人100塊，但我現在一進來吹到冷氣，我就已經覺得值回票價了。優待票呢是65歲以上，50塊1個人。那小朋友120公分以下的話是免費的哦。門票是可以全額折抵的，你可以買水產、買伴手禮，還有部分的餐飲。這下面是生產線，上面還寫了認真摸魚，第一次看到這麼特別的規定。DIY 名稱叫做生米煮成熟飯，所以待會我們要自己來煮飯哦。那這個鍋子有一個很特別的點，就是它的蓄熱度非常的好啊。等一下煮飯的時候，煮完最後可能下面會有一點淡淡的鍋巴。米啊已經幫各位洗好，也泡好適當的水了。小朋友第一次真的自己體驗煮白米飯的感覺，對不对？我們小皮最近迷上了煮飯，跑到別人家一直要進人家的廚房說要煮飯。我們現在開始來煮飯啦，要不要猜一下要煮多久？我先猜5分鐘。我感覺這會燒應該才10分鐘。10分鐘。對，我們其實差不多煮20分鐘左右啊。他猜對了。有在煮飯，他怎樣？我們現在把飯放在這邊等20分鐘，那我們現在去做小卷鴨片，走吧。大家可以來這邊煮魚啊，或者蒸魚啊。現在有新的，就是可以做小卷的餅乾啊。待會我們做的餅乾啊，很簡單，我們會把小卷放上來。再把它壓扁，接着靠你幫我轉動這個把手，轉得越緊啊，它會越扁越薄脆，越像餅乾。好，它沒有人加任何的麵粉啊、香料或是糖鹽，我們直接用小卷來把它壓成一塊餅乾，就是原汁原味的小卷餅乾。好，把它壓緊，它就變成餅乾哦。哦，這個聲音。
來，豬豬你來試試看，哇！你有沒有嚇到？要出爐嘍！哪裡去了？粘在上面的，真的很扁很扁哎。那我們現在接着來做进階版的透抽鲜贝啊。对，大致的。哇！来，輕輕的壓下來。這個壓小卷的活動，我超級推薦大家一定要來玩，因為過程根本就像是在坐雲霄飛車，不只要擔心小卷會不會爆開，壓下去的瞬間還會發出超淒厲的尖叫，遠遠聽真的會以為是有人在坐雲霄飛車，不信你們聽聽看。哇，這個尖叫聲也太大了吧！有步都往後退了几步。没有声音就可以拿下来。哇，好大哦！嚯，真的是比阿公的臉還要大2倍哦。哇，這看起來真的很讚。阿公夾一嘴，來看麥。哦，酥脆哦，我站那麼遠都聽得到。哦，很難轉哎。我現在只想逃，還要繼續轉嗎？完全轉不動嗎？有經驗當然要先閃遠遠的，誰要站在那邊啊？還在尖叫，他聽起來好像有比較 peace 一點的，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小小壓過頭了？它好像變得比較碎了一點。好鮮，好好吃哦！真的咬下去會烤烤的。你压緊的時候，它很像餅乾。然後我剛剛吃阿公的那個像魷魚絲。哦，原來是這樣，所以厚薄度會影響口感。好吃嗎？那你覺得哪個比較好吃？媽咪的還是你剛剛做的？媽咪的。好，準備來做飯糰。那底下的鐵架有換成木頭的，但是鍋子還是會有一點燙哦，記得手不要去碰到鍋子。好，等下弟弟可以坐到你的位置上。這是待會我們要做飯糰的餡料，還有小卷啊，還有鮭魚在裡面。很豐富哎。我們就準備要來做飯糰哦。1、2、3，打開。哇，冒煙哦。有时候可以用我们的饭匙把它搅拌一下。铁哦，锅巴，香哦，真的很多巴哎。偷吃一小口，看有没有熟。它锅巴的地方好香。很棒哎。阿公历代没有飯糰可以做了，都吃光光了。我們現在要把香鬆倒進去拌一拌。他們家的香鬆跟別人的香鬆長得不一樣，裡面都是一隻一隻的布拉提，所以我聞起來海味非常的濃厚。這個買回去，我們家小孩應該可以多吃2碗飯吧，超好吃的，也夠鮮，很有成就感，對吧？不行啊，這個真的要買回去給我看，很好吃，是不是？中間的餡料是魚鬆。接着我們把飯裝進容器裡，壓成可愛的3角飯糰形狀。最近迷上廚藝的姐姐玩得超級開心，沒想到我們家的小子什麼都還沒做，就直接把飯吃起來了。這一點倒是跟我還蠻像的。感覺有點散掉，真的不行哎。他幫我確認海苔是對齊的。接着呢，把這2個角往後面折進來。我們的飯糰完成了，原來便利商店的飯糰就是這樣子的。那我們現在要繼續去汆燙海鮮了。小孩一人選2樣吧，好不好？你要選什麼，小平？我不知道，只能選2樣哦。炸的2樣。哎，你馬上就選這樣一整盒哦？你也太那個了吧！果然是我們家的紈絝子弟。媽咪竟然把它放回去了，然後拿大家，你更狠。拿個小卷，阿媽說想吃。其實蠻厲害的，它這一整盒裡面有30隻，我們拿1盒好了。人多，我叫你拿食材，不是拿飲料嘞。小子，你太狠了吧！奇怪，怎麼都沒有人要拿這個？因為你叫小孩選，沒有叫我選。你拿，你可以選2樣。好。進去之前先着裝，來，我幫你綁。哎，綁好了，好走。這2樣，好，現在可以把食材放到面線裡面來。要煮比較久的食材要先下鍋，所以我們待會小卷跟大蝦要先下去煮6分鐘。這個沙漏呢是每一次倒過來就是3分鐘，等沙漏漏完呢再倒一次就完成啦。好，姐姐你來。哇，滾了。
這裡面好香哦，這全部都是湯汁精華哎。不錯不錯，你今天已經煮了你1年份的量。你很煩哎，每次都這樣，是不是？好，下鍋嘍，這個3分鐘就好。再來一個沙漏，你知道嗎？我最喜歡看海鮮泡溫泉的樣子，好香哦。你應該是想到之後放到嘴裡的感覺吧？這裡有個小巧思，我覺得很棒哎，因為這下面呢不是明火，它是管線加熱後讓水沸騰，所以你摸這個邊邊呢，它完全都不會燙，帶小朋友來很安心。蒸汽比较熱，可是其實你看我手都对，沒事，但是還是要小心熱水啦。超豐盛的，這邊是我們剛剛汆燙好的食材。那我們另外點了2個套餐，分別是海膳特餐，還有海味雙享。那基本上呢，都是以宜蘭在地漁獲為主，但有一些不是，比如說像干貝、鮑魚、海大蝦，那這邊都是樓上超市有在賣的。我們先來吃海味雙享，裡面呢是沒有刺的鬼頭刀跟白帶魚，超適合我這個懶人。好好吃哦，這是清蒸的鬼頭刀，肉非常的結實。白帶魚好吃耶，肉質好細哦，這2種魚剛好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一個很結實，一個很細緻。這裡面用破布子還有蔥薑去清蒸，根本就是在大餐廳會吃到的味道。好喜歡這種蔥多的感覺。套餐裡面幾乎都會有魚滷肉飯，還有墨仔魚羹。我非常喜歡這2樣哎，這個吃起來特別的香，外面很少看到。然後再來是這個墨仔魚羹啊。很好吃，很好吃，他已經幫你把醋加好了。而且你看它的布拉提超多。那海膳特餐非常澎湃，我先來吃個小卷，好大只哦。今天運氣很好，吃到有蛋的小卷。好肥厚，好厚。這是我們剛剛汆燙好的，他幫我們剪好了，這樣比較方便食用。我2個都吃，我喜歡這個剪好的。這個鮑魚是我等一下會想要帶1包回家，不是，是帶好幾包回家，好厚實哦，很有彈性。好賊哦，這一招。你看它的蝦膏也太多了吧，這只大蝦還蠻好剝的耶，好大只哦。它整個快要跟你的手臂一樣粗了，而且你剝完之後，它的肉還是非常非常的多。蝦膏很甜，這只不能錯過哎。這裡面蝦膏還超多，我覺得如果是煮年菜的時候，有沒有這個真的可以買幾組回家？我們小子默默坐在那邊剝了好多的蝦哦，剛剛已經滿滿1碗了，現在清理掉又剝第2輪了。我覺得我們要趕快吃，不然等下都被它吃光了。生食級干貝有甜哦，煮半熟，他們真的很懂。我們還要點炸魚薯條，這裡面是鬼頭刀，還有炸白帶魚。可是我喜歡吃清蒸的，我喜歡吃炸的。這個很特別，它是布拉提櫻花蝦蔥油餅，平平上面都可以看到一顆一顆布拉提的眼睛。可是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是它蔥加超多，所以它其實算是非常蔥的蔥油餅。来到宜蘭哪有蔥油餅不好吃的？好吃好吃。套餐裡面都會有蜂蜜檸檬石花凍飲，它喝起來很清爽，甜度不會太高。一整個套餐吃下來真的是非常的海洋。今天怎麼那麼好，一直在做 DIY， 把1年份的 DIY 都做完了。他們在做貝殼沙畫，你看這個貝殼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吃的那個干貝，就是從這個挖出來的，這麼大一個，那剛好這個殼就可以拿來做貝殼沙畫。他們先畫，等一下再來做一個果凍蠟，完成品就會像這樣子。等一下你們做的真的可以像那麼漂亮嗎？我們現在上去逛逛，我剛剛發現其實它整個動線都很寬敞，而且電梯非常的大台啊。然後售票處呢，它其實還有輪椅可以借，然後親子設施也做得還蠻不錯的。重點是呢，我聽說它的寵物友善也做得很好，你只要不落地都可以在工廠裡面逛。3樓是水產超市，我們剛剛做 DIY 的香鬆在這裡可以買得到。那比較特別的是，它是冷凍商品，因為它是半乾燥的狀態，可以保留食物比較多的營養價值。結果你剛剛做了那麼多，你喜歡哪一個口味的？我喜歡布拉提的，但是現在發現全部都是布拉提呀。我剛剛其實是有偷偷問他說，我們剛剛吃的是哪一款的？其實他說是3款混在一起，你不得不買3個，所以我就要一起買回家。好聰明，好聰明！你看，就是我們剛剛吃的布拉提蔥油餅，而且我們剛剛沒有吃到這個小卷的水餃，這個好特別哦，外面比較少見。這是龜山島產的冷凍胭脂蝦仁，
這我們很常吃，真的很甜，可是它冷凍過了，不適合生吃。可是它因為幫你去殼去腸泥呢，你直接打開就可以料理，非常的讚。這魚好大隻哦，他們已經完全幫你處理好了，你回去完全不用再動任何東西，不用再洗，直接打開下鍋煮就可以了。而且還是用過濾過的海水去洗過，所以味道有保留的非常鮮甜。对，你回家不要傻傻的，然後就再沖一遍哦，哇，整個鮮味都被你沖掉了。這個最適合我了，小卷連切都幫你切好了，你要煮麵煮湯直接丟下去就好了。超厲害的，連石花凍都已經幫你準備好了。等一下你就拿回去車上，然後這樣就可以喝。太會做生意了，真的。跟大家說，這一區非常的厲害。通常我們都是買進口貨，但這一區呢，它是外銷到國外去的，號稱西河三寶。布拉提、小卷還有櫻花蝦。那櫻花蝦全世界只有3個地方有，一個就是台灣的東港，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龜山島，再來是日本的靜岡。那龜山島的櫻花蝦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殼比較軟，吃起來比較甜，可以吃到一點蝦肉。很多人來宜蘭都會去住民宿，想說烤個肉做個料理。那來這邊買食材呢，就非常的方便，你直接打開就可以開烤開煮了。那這邊很讚的是哦，它有附保鮮盒給你，那你路程中就不用擔心這些保鮮的問題。我們剛才吃套餐的食材，我覺得非常的棒。還有現在逛一圈呢，什麼都想買一點。我跟你講，有一點非常厲害，就是今天才旅程第1天，我還沒要回家嘛，可是他們是可以指定日期幫你宅配送回家的。你有看過布拉提的 XO 醬嗎？裡面布拉提超多的，這個拌飯一定很好吃。我現在試吃杏仁櫻花蝦，這個當零嘴超刷嘴的，一口接着一口。然後他們還有布拉提的 XO 醬，這個非常的特別，很多從香港啊、新加坡來的遊客，他們都會買這個當伴手禮回去，因為他們比較少看到布拉提這種。不要講說他們了，我連我自己都第一次看到了。哇，你們已經做完了，花多久時間做完？应该是半小时吧。我们今天體驗的差不多了，建議大家在剛進來的時候呢，可以看一下漫畫導覽。那在進行一連串的活動之後呢，再回來看一下，你會更印象深刻，更有感覺。這個畫面很有趣，看第3代跟第4代他們父子倆之間打起來了。他們在討論一件事情，就是說布拉提它西河的招牌，怎麼可以說不賣就不賣呢？他吃了這麼多，對不對？對，可是兒子就覺得說呢，哎，可是現在很多人啊都覺得說抓布拉提是很有爭議的事情，年輕人其實都拒吃。可是說真的，布拉提它其實是某一種特定的魚種，不是所有魚類的幼苗。那它再長大一點，其實就變成小魚乾；再長大一點，就是我們吃的鯷魚罐頭裡面的鯷魚。雖然說他們在吵這件事情，但最後為什麼我們還是可以吃得到呢？因為政府其實有一些措施啊，比如說像放暑假跟放寒假的時候呢，就是禁止捕撈的時候，休3個月補3個月，休3個月補3個月，讓他們有修身養息的機會。還有一些方法可以篩選出布拉提，像布拉提呢，它本身就有群聚性，那不是布拉提的魚種呢，它就會被排擠掉，所以其他的魚種它就會浮在上面，那漁民看到了就知道說，哦，把這些倒回海裡就好了。捕撈布拉提是需要有許可證才可以捕撈的，未來這個許可證呢，它也只會少不會多了，每一張最多就是只能捕撈2萬公斤而已。那我覺得永續的概念呢，真的是非常重要，有永續概念才可以一代接一代。我們準備要回家了，來這邊拍拍照，超有趣的。這個就是以前魚膠在撒一樣的樣子嘛。對啊。接下來來到了很多人都知道的玩水秘境，不過這期建議大家開底盤高的車前往會比較適合。目前這段路已經算是比較好走的了。哇，這是來到什麼深山林內啊？可是越是這樣，我就越有期待感，應該是個秘境沒有錯。因為會車會有點小心，這邊已經算好的了。對，這個路蠻崎嶇的，然後底盤要小心一點，底盤要高一點的會比較好。終於到了，這個路真的是非常的難走。不過終於到了，哇，這也太酷了吧！停車就可以直接泡在水裡。我們現在來到五老坑第1戲水區，那其實它有第1、第2、第3、第4，但如果像我們車子底盤比較低的呢，建議就是來到第1戲水區就好了，甚至是你考慮一下你要不要來，因為路真的是蠻崎嶇、蠻難走的。或者是換一台車，你看我現在後面的時候全部都是高底盤車。這裡的水非常的透，像世外桃源一樣。我們剛玩完觀光工廠，其實小孩已經有點想睡覺了。可是你看到水那麼乾淨，他們又全部活過來了。他剛剛說我不要下車，結果人還是下車了。對，重點是這邊的水啊，其實不深。那重點就是看你今天有沒有下雨，像今天幾乎完全沒下雨，萬里無雲的狀況，它的水其實非常的淺，非常的乾淨。我覺得是可以下去玩，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
給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的透啊？好玩嗎？你剛剛不是說你不要？要了是不是？今天幹嘛都戴口罩？不是你哦，是姐姐是不是？姐姐你不是說不玩嗎？又要了是不是？要。哦，你如果仔細看的話，裡面有非常多的小魚哦。哇，好，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這個深度啊，我走到比較中間的地方，它也頂多到我的膝蓋而已。不過因為今天真的是沒有什麼雨的天氣，所以是長這個樣子的。你看遠方啊，有些人就直接在這邊露營了，然後搭帳篷啊，然後車宿的都有。你看遠方也是。那這邊要怎麼來呢？你定位的時候，你可以定位無極慈母宮。你開車開到先看到橋之後，再過來一點點，就會看到這一座廟，就是無極慈母宮了。然后当然，它这邊還是有比較深的地方，像這個地方，我這個進去應該有1.5公尺。我看我整個人要跑進去，哇，這裡的溪水啊，我覺得算是涼快，但是不會到很冷。哇，這個還蠻深的，要小心。哦，我剛剛游上來了，這邊有一個深潭，這個進去我覺得至少超過2米，因為我剛剛進去的時候，我身高175。可是呢，我整個已經淹沒進去了，所以要小心，不要讓小朋友進來這個地方。好了，我把相機放到水裡面給大家看到清澈程度。不過因為剛剛這邊我走過，所以呢，它多多少少會起一點沉啊。我再來勉強看一下啊。好奇怪哦，我放到水裡面看了一下，覺得還好，可是這樣看起來真的像寶石般一樣的透明哎！哇，多麼澎湃的溪水啊！哇，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哇，有這種車的人一定會很開心啊！買了之後一定會馬上想要來試一下自己的車，太開心了吧？怎麼樣？這裡可以吧？這裡蠻可以的，但是進來有點難，都是直接這樣過來過去，他們來去自如的。這就是這邊的特點啊！很多人車就是喜歡來這邊開，才帥啊！不是，所以鞋子要放遠一點，像剛剛車過去，然後水就差點把鞋子給淹了。你們在幹嘛？我在做一個小出場。好玩嗎？好玩。啊，剛剛誰說不來的？我。還有誰？你又不開心了是不是？他不想露臉。傍晚來這裡蠻棒的，可以清涼的玩水，又不用曬太陽。重點是我覺得水溫也沒有很冷哦，大概22度左右吧。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哦，不管看起來再安全的水域，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下雨的前後。你看那是誰冰在那裡的鳳梨，忘記帶走了啦。晚餐來自番哥田，剛剛全部人都說不餓哦，現在每個人吃的都跟什麼一樣？這一間是我們宜蘭啊吃過最喜歡的烤雞，數1數2的。剛剛去玩水，小孩一定會肚子餓的，所以我們還是來吃了晚餐。但今天點的算節制，點了1隻烤雞跟2樣青菜，然後跟2個小小的菜而已。我覺得他們第一種最值得點的就是青菜類的，像是這個溫泉空心菜，我每次來都必點。不過我今天沒有點到那個豬蔥，它豬蔥超好吃的，我們只要是傍晚來，幾乎都點不到。我的話必點菜是水蓮，非常好吃。還好我們這次有點到海鮮卷，剛剛一上菜就被大家拿光光了，我特別留這一口給大家看。這是剩最後一口了，它的內餡也非常的好吃。裡面有荸薺，吃起來脆脆的，還有它的芹菜很香，這是我少數會覺得芹菜香的方式。對，而且它是海鮮卷，可是它裡面的植物配料很棒。今天最讓我驚豔的就是從來沒有點過的招牌炸豆腐。
我覺得它叫炸豆腐還蠻不對，應該至少來一個什麼老皮嫩肉，因為它的做法其實像老皮嫩肉。我覺得最厲害是那個醬，因為那個醬很像我們在吃豬血糕，然後醬汁多一點的甜辣醬，然後裡面有花生粉，所以你吃了裡面是有花生的味道，很好吃哎！我下次一定必點。它是蠻特別的一個調味。对啊，所以其實有時候來這一間店的時候，你都可以嘗試看看，常常會有一些驚豔的地方。哦，講到他們烤雞，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是我對烤雞高水準的一個標準在。有比這好吃就叫做超級好吃。我會去測試它雞胸肉的部分，如果沒有很柴的話呢，就是我覺得標準很高的，它就是屬於這一种。然後我很喜歡他們有一個味道，因為他們都是用柴燒，所以你在吃那個雞肉啊，跟它雞油啊，或者是它的雞皮，都會有那个柴燒香，非常的香。不要錯過它的配料，洋蔥跟蒜頭都超好吃，尤其是蒜頭一夾就化掉。最後我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哦，你看這雞油滿滿的，對不對？然後他都會問你要不要雞油飯，我跟你講，你就把它淋在白飯上面，然後後面有醬油去加一點就夠了，還有一個柴燒香，店家會很靈。對，或許可能沒那麼好吃啦，我說或許啦，店家調製的一定是最好吃的。對，但我自己調製的更好吃，推薦給大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們一樣喜歡這種經典又有點慢步調的宜蘭玩法？從美景美食到手作體驗、玩水秘境，最後再用烤雞烤魚收尾。來宜蘭一趟，其實不用把行程塞得太滿，帶着家人一起走走、吃吃玩玩，已經很滿足了。那我們就下集見啦，大家拜拜。